好，那么下面呢，咱们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啊。今天呢，这张作品是有一定难度啊，比较复杂一些。这个尺寸啊，特别是如果是这个尺寸，如果画大了，就少画几条金鱼啊；如果画大了，就少画几条金鱼。因为说实话，这个尺寸呢有点小了啊，稍小了一点，画这么多，稍小。如果再宽个，如果45宽啊，45宽，我觉得差不多。目前咱们是33，对吧？如果有45宽的话啊，可能会好一些啊。金鱼可以画的大一些。目前呢，这个是略小一些啊，略小一些。但是如果画精致了，同样也非常的好看啊。原图多大不知道啊，原图不知道多大。这个原图看起来不小啊，原图看起来不小。对，这个是有点像写意的啊。今天这一张是黄焕武的作品，那么黄焕武啊，大家知道啊，是岭南画派的，对吧？岭南画派，我们之前是不是学了第一节课就学的是谁啊？居廉、居巢的，对吧？居廉的作品，居廉是岭南画派的开山鼻祖，对吧？开山鼻祖。那么所有的岭南画派的，他的所有的无论写意还是这种工笔还是墨骨，它都有一些墨骨的感觉，明不明白啊？学浪作品传错了没事啊，传错了就错了啊，标记一下，你跟老师讲一下，标记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它是有一些偏写意，对吧？但它明显就是一张熟宣纸啊，或者是半生熟的这种纸啊，熟宣或者半生熟啊，这个是比较熟的这个宣纸，所以才能画出这种感觉来啊，这种墨骨的感觉。好，那么下面我们找好位置啊，我们先从下面的这个金鱼，这个红色的3只红色的金鱼的最右边这一只开始画，最右边开始画。如果画大了就少画几只啊，尽量啊控制一下。那么它基本上是在这个纸的1/3还1/3的1/2，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纸的这个高度的1/6处啊，头部在1/6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可以往低一点画啊。如果画高了也没事啊，高了之后呢，紫藤，你看这个原画上面其实空了好多啊，可以把紫藤往上挪一挪，明白吧？往上挪一下，其实就挺好的。好，那么我们从这只最红的这只小金鱼啊，这个金鱼非常漂亮啊，这个头部这块撞色撞得非常精彩，从这一只开始画。那么撞色和这个接染啊，接色法啊，或者接染法是咱们今天画金鱼用到的2种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技法啊，记住了，一个是撞色，一个是接色，这2种方法。那么用到的颜色，首先我们把颜色调一下。那么有这个朱砂，朱砂、曙红、胭脂，还有一点墨啊，朱砂、曙红、胭脂，还有白色，对吧？红色部分呢就是朱砂、曙红和胭脂。那么首先呢调一下颜色吧。可以用一支小的这个狼毫小的白云笔啊，用一支小白云啊，小白云笔。准备一支这个颜色的毛笔啊，准备一支这个清水笔，好不好？谢谢闲云鹤来啊，录了。来，我们来调色。那么这个呢，像这是叫朱色，对吧？那其实就是有一点偏又朱砂，有点偏朱砂，又有点偏曙红的这么个颜色啊。这个是我看看啊，对应的看啊，这个叫上朱，这个是朱砂的颜色啊，这个是朱砂的颜色。那么这个叫红啊，它叫红，就叫红啊。所以呢，我们底色先是用这个朱砂这个颜色啊，如果没有这个颜料的，你就用朱砂，先底下用朱砂。
哎，朱砂偏暖一些。头上重的地方，我们再来一个重的地方，再调一点这个胭脂啊，调点胭脂啊，重的地方调胭脂。那么这个呢，就是个胭脂色啊。对啊，今天晚上的案例很漂亮啊。这一张呢，其实去年的时候呢，刚上课的时候啊，我就已经把这个案例，我觉得好看的案例啊，我已经找了很多，就想带大家画，但是考虑到大家这个很多新手，对吧？所以呢，没有拿出来。好，胭脂啊，胭脂，其实胭脂的颜色够吗？还不是特别够啊，最好有个墨碟啊，有个墨碟，挤点墨，挤点墨。这张很漂亮，对，这个撞色撞得非常精彩啊，非常值得学习的一张作品。好了，那么我们首先以这个，首先呢就以这个朱砂为主啊。你看，明显呢它是有颜色的区别的啊，对吧？这个呢偏暖，这个偏冷。先用暖色啊，先用偏暖的这么一个颜色。那么首先找好位置啊，找好位置，大小，位置和大小一定要注意啊。那么它基本上在纸啊快接近于中间的这个地方啊，接近于中线的地方开始起笔，对吧？开始起笔啊。那首先我们如果是直接画的话啊，直接画没有做什么，没有起稿，对吧？没有用铅笔起稿，直接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啊。注意大小啊，不可太大了，不要太大了。哎，大概嘴巴就是这样的啊，只能再大呢就有点太大。嘴巴中间与脑袋之间啊，与脑袋之间啊，稍微的留一点距离啊，留一点距离出来。眼睛，先把眼眶画出来啊，先用红色直接把眼眶画出来啊。眼珠子呢是墨色，回头再点，回头再点啊。先用把这个红色把眼眶画出来就可以了。双眼皮啊，双眼皮的这一块，这边往后来啊，鱼鳃。好，赶紧用这个颜色给铺上啊，铺上，把头部这一块啊画出来。那么头部呢，基本上它是再来一支清水笔啊，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椭圆形也就可以了，对吧？看成一个小椭圆形啊，拿清水笔啊稍微接一下啊，里边这
地方啊稍微过渡一下。然后清水笔直接给它接到背上啊，接到背上，接染到背上面啊，接染到后背。那么它是有什么？有一个中间啊，有一个脊椎，有一个脊椎，看到没有？有个脊椎。下面的3条红色的金鱼的最右边这一条啊，画的是最右边这一条。你看，这基本上是一个脑袋啊，一个脑袋。然后呢，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椭圆形啊，小肚子要鼓出来一点，对吧？小肚子鼓出来一点，哎，然后这边呢是尾巴，这边是尾巴。要用到清水笔啊，清水笔。往旁边过渡，看到没有？包括这个线啊，红线的地方，如果能够过渡的话，还是尽量的啊，让它过渡一下。好了，那么趁着这个现在啊，把重的地方点上这个胭脂啊，趁着如果还没干啊，还没干，抓紧时间画这个，非常的画墨骨啊，这个时间非常重要啊。很多东西如果干了之后再画，它就出不来了。你看这个好像有一点干了啊，好像有一点干了，所以撞不上去了已经。所以水头大一些啊，水头要大一点。第一遍打底的颜色，水头要大一些，哎，水头大一点。把重的地方看看，稍微撞一下，那么它的一个层次感就有了啊。先看，好吧，大家呀先看。够了课的同学先别着急画，先看。好，那么这一块加重，哎，点进去。那么采用的是一个撞色的方式啊，撞色的方式，看到没有？一个撞色法，头这边撞色，然后清水笔往下接一下，调整一下啊。脑门，那么要画出这个鱼的这种立体感来怎么办呢？脑门这一块也要画重一点，画重一点，再蘸色。啊，这个鱼头小巧精致啊。那么现在来一个墨碟啊，来一个墨碟，位置错了，位置没错啊，自己找准位置，自己一定要找准位置啊，先别着急画，把位置先看准。淡墨，墨色不要太浓，像这样的地方，嘴巴上方这一块，哎，包括眼皮子这一块啊，鱼鳃这一块，你看这个撞色是非常漂亮的，撞上去非常漂亮，对吧？很自然啊，很自然。与背部
用这种撞色与接染的方式啊，同时用，要同时用。好，与眼睛给它画上，正好。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用这个淡墨啊，刚才接这个墨的地方，哎，就用这个淡墨就可以了。眼睛不要太凸。再用清水笔稍微过渡一下。过渡一下，你看看这个眼珠子啊，眼珠子它就有了这种深浅，然后紧接着笔尖啊，这支毛笔笔尖蘸一点重墨，蘸一点比较浓的墨色，哎，从底下这一端点进去啊，那么它眼珠子更有了这种深浅的这种通透感啊，通透的变化了，就更明显一些，是吧？好，那么紧接着到这儿之后呢，我们暂时先不动它了啊，我们再来用这个底色啊，朱砂这个颜色和这个曙红或者胭脂调一下，把鱼尾巴这一块啊稍微画一画，包括鱼肚子这一块。清水笔可以往这边接一接啊，可以往这边接一下，往鱼肚子这边接一下，看着啊，往鱼肚子这边接一接啊，先别着急呀，接一接，哎，接一下，然后清水笔从鱼背这儿开始画鱼鳍，看到没有？直接用清水笔带出来，不要直接用颜色画，用清水笔画。那么它就有淡淡的一个颜色，对吧？有淡淡的一个颜色。好，然后呢，用这个有颜色的这支笔啊，再来勾勒一下啊，稍微再勾一勾，那它就有虚实深浅的一个这种微妙的变化了，对吧？而且鱼背这一块，你看看这一块就有了这种通透感啊，笔尖再蘸一点重色啊，稍微再蘸一点重色，把鱼鳍底下这些地方加重一点，鱼鳍底下这一块稍微加重一点啊，看到没有？加重一点啊。好了，那么紧接着我们可以画鱼尾巴了啊，鱼尾巴底色仍然是这个刚才调的啊，这两个颜色，一个深的，一个浅的。底色呢，用这个浅的红色，就是朱色。笔尖啊，再调一点这个胭脂这个颜色啊，胭脂的这个颜色。从重的地方，从它这个背部，从这儿开始，注意用笔的这种流畅感、力量啊，中间一笔，边上一笔，好，再往这边，看到没有？这和写意的方式差不多，对吧？紧接着清水笔，快速啊，要快。
慢了就晚了啊！你看看，慢了就晚了。所以这支笔啊不能太干啊，这个有颜色的这支毛笔不能太干。中间清水笔接一下啊，那么它就有了这种自然的深浅的这种变化了。看到没有？然后再用重色勾一下，趁湿了勾啊，趁湿了勾。哎，鱼尾巴，清水笔可以往肚子这一块啊，稍微过渡一下颜色，过渡一点，哎，过渡一点点就可以了啊，过渡一点点。那么，旁边的这边的侧面的鱼鳍。也是啊，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接色的方式啊，是吧？这就很漂亮了啊，很漂亮了啊！要注意这个大尾巴啊，这种尾巴的这种一次成型，而且非常通透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只能是一次，明白吧？所以你这个用笔呢，就只能是根据你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你不要一点一点的描，哎，要用笔要干脆利落，干脆利落。像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去进行一些修饰，对吧？可以稍微进行一些这种，分叉的处理啊，或者怎么样的处理啊，可以用清水笔来调整它。但是，一开始的晕染的时候，一定是一次成型的啊，一次成型。尾巴重的地方，你也甚至可以来一点这个墨色嘛，可以来点墨色啊，来点墨色。哎，比如说尾巴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是湿的啊，干了之后呢，它是会比较融合的比较好一些，所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然后再把这个勾一下，若隐若现啊，若有若无的。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哎，对吧？很漂亮。好，下面又来了，重点又来了啊，重点又来了。肚子还没画，对不对？来，重点来了啊！
鱼鳍这个地方稍微可以，算了，不加了啊，不加了。可以稍微的用颜色干了就不要加了。如果没干的时候啊，刚开始可以稍微再加一下啊，包括这边重的地方啊加一加。好，鱼肚子呢是一个白色，对吧？一个白色啊，白色要注意。白色，我们先调白色，先不搞那些细节啊，先不搞那些细节啊，我们先来调一个白色。白色，我就用管状的颜料吧。哎，白色我就用管状的啊。来，白色。那么这个怎么画呢？这个怎么画呢？这个白色，因为现在这已经干了，对不对？怎么画呢？我们可以来一支清水笔啊，来一支清水笔，来一支清水笔。首先当然是要把白色调开啊，调开，对吧？一开始不要调的太浓啊，先淡一些。然后用一支清水笔鱼肚子这一块给它打湿啊，水不要太大，水头不要太大，只要打湿了就行。把整个的这个鱼肚子啊到背部这一块啊给它打湿，打湿了之后，把这个白色从最亮的地方，对吧？这边最白嘛，从这边开始点入进去啊，点入进去嘛，它会自然的往肚子那边流淌，看到没有？自然而然的，它就往刚才水打湿的地方啊流淌过去了，看到没有？并且还有一点点这种雪花状啊，雪花状。那它有些地方呢，该点点的可以点一点这种小点子啊，点一点这种小点，也是它这个身上的一种花纹嘛，是不是？本来想加一点白，算不加了啊，加了。然后拿这个中间这一块清水笔轻轻的点一下，轻轻的啊，白色从中间提个高光，提个高光，漂亮吧？绝不绝吧？所以这个设色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好，还缺一点黄，是不是？那一块还缺点黄，再来。小金鱼啊，这什么鱼？小金鱼嘛，具体什么品种啊？我也不清楚啊，你就不要问我具体什么品种了，咱也不是特别的懂。因为原画也不是我画的，对吧？来点藤黄啊，来点藤黄，快，快速啊！不要等它干了，时间宝贵啊！来点藤黄，那么这个地方鱼鳃这一块，清水笔轻轻的打湿，水头不要太大，水头别大了啊，水头别大了。眼睛周围这一块，轻轻的打湿一点。
哎，包括身体这些白色的区域这一块啊，间接性的稍稍点一点点啊，点一点点，别点多，别点多了啊，点一点就可以了。那你就看这个颜色漂不漂亮吧，是不是？美不美啊？美不美啊？所以墨古画的一个修复、修改的时候，你看老师是怎么做的了吗？哎，先用清水，对吧？清水给它打湿，湿了之后，再来注入颜色，面积不要太大。好，把嘴巴这一块修一下啊，加重一点。加重了，加重了之后怎么办？拿刚才的白色，淡淡的白色，一定是比较淡的白色啊。撞入进去一点点，撞入一点就可以了。有些地方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啊。那么把这个后面啊两个鱼鳍啊也给它画上啊，俩鱼鳍都给它画上。有深有浅，对吧？有浓有淡。看这边啊，这边。那么这个是比较通透啊，通透的，所以要画出通透感，大胆的给它画过来。清水笔往这边过渡，要有通透感啊，通透感。重的地方，再用这个比较深的颜色啊，简单处理啊，简单处理。好，那么这边同样也是啊，这边同样也是，稍微勾一下啊，稍微勾一下。这旁边侧面还有一个啊，侧面有一个颜色比较淡一些，可以用这个有颜色的这支笔先画两笔啊，先简单的画两笔，清水笔轻轻一带啊，轻轻的一带。虚实有度，看到没有？虚实有度，再补一笔就可以了啊，很漂亮了啊，这个就非常漂亮，是不是很漂亮啊？是吧？说难吗？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对不对？一条小鱼也就这么画完了，是不是？没有用到胭脂啊，就很淡淡的颜色啊。如果用胭脂就太重了嘛。刚手欠，在这补了一笔，用白色，还挺明显的啊。轻轻的拿这个清水笔给它扫一下。所以画画的时候不要手欠啊，不要这儿补一下，那儿补一下，有时候就补过了。
是吧？这小鱼很漂亮吧？这个还原度也比较高啊，这个还原度我看着还比较高。那鱼背这个地方如果感觉颜色浅了一点呢，这一块啊，我就说这一块如果感觉颜色浅了，清水笔走着，哎，清水笔走一遍，胭脂调墨，调淡墨，水头不要太大，因为它面积比较小。轻轻的补一下啊，表现出它这种脊椎的这种感觉啊，把脊椎的这个感觉给它表现出来，明白吧？那么身上有些地方它还点了一些淡淡的这种红色的点，对不对？哎，身上的这些地方啊，它趁着这个刚才还没干的地方啊，点了一点点淡淡的红色的这种小点子。咱们这个也没干啊，目前呢这个鱼肚子这块没干，是可以点的。哎，轻轻的点一些淡淡的这个红色啊，稍点一点啊，别点过了。好看吗？来，我缩小看一下啊，看看大小，还行还行啊，不算太大，看到没有？不算特别的大，对吧？还可以。一开始我特别害怕画大了啊，还可以，不算特别大。看到没有？好，那么紧接着我们就画它底下这一条了啊，画的下面这一条，下面这一条这个偏一点这种暗暗的这种胭脂色，紫色，对吧？偏一点这个暗暗的紫色啊，比原画好啊，那不敢当啊，因为咱们这个图片呢，它不是非常的高清啊，所以很多的时候需要主观的做一些处理呀，你必须得主观的做一些处理，对吧？它又不是说特别大的一张图片啊，特别清晰的一张图片。好，我们紧接着画下面这一条。那么第一条画成功了啊，心理负担就没那么重了。画第二条，轻装上阵。熟红，哪有熟红？熟红是什么红？刚才说了呢，我是用了这个红，上珠，还有这里写的一个红这样看，上珠，还有这个红色，还有这个胭脂色，用了这三个颜色啊。打底的颜色是上珠，加了这个红色，这深的地方用了胭脂，加了淡墨，明白吧？是不是啊？用了这几个颜色啊。好，那么下面来画这条鱼啊，这条鱼的颜色有一点发紫，对吧？有点偏紫啊，这个颜色。所以这张画它高在哪儿？这个撞色撞的特别好啊，撞色包括接色啊，一气呵成，要做到啊不露痕迹，让人看不出你的这种修补，或者是这种一次两次的这种画的这种变数啊，让人看不出来。主要难度啊就难在这儿啊，有的同学一画一遍两遍，老师一看作业清清楚楚啊，哪是后加的，哪是先画的都能看出来。所以画画比较难的一点呢，就是在这方面上啊比较难一些。放个颜料管好吧，要颜料管，横着放吧。你看一条鱼它没有多大啊，没有多大，是不是？这个长度也就2颜料管吧，勉强2个颜料管的这么一个长度啊，加尾巴。
可以不用吉祥颜料，我只是说这个吉祥颜料它画出来干净一些，明白吧？管状颜料它沉淀有的颜色也不是所有的颜色都是沉淀那么大，它有些颜色，比如说赭石啊、花青啊这些颜色啊特别的不干净，感觉画出来随自己啊，随自己，没有说非要用什么颜色啊，画画哪有这样的要求啊？没有啊。好，画下面这条鱼。首先呢，我们用这个淡墨啊，淡墨加这个刚才说的胭脂的这个颜色啊，淡墨加胭脂的颜色，淡墨加胭脂调进去是比较深的这种胭脂色了，对不对？晚上好，雪莲。对，底色就是曙红加朱砂啊，曙红加朱砂。好，那么我们再来画下面这条鱼啊，下面这条鱼你要注意它的一个画的时候一个高度在哪儿啊？它与这条鱼之间的一个关系，离得太近画不下，离得太远呢，这个尾巴这一块你不会处理的，它尾巴基本上被遮挡住了，所以基本上这个鱼鳍这一块，哎，是肚子这一块，然后再加一个鱼头。横向的相比的话，基本上啊，横向相比，那么齐比的地方是在它的这个鱼尾巴转折的地方，哎，横向的。那么斜着做一个比较，倾斜角度45度左右啊，45度、40度，稍微高一点的，稍微高一点，差不多就可以了啊。因为要留一点空间给左边这条鱼，左边这边还有一条鱼，对吧？先把嘴巴画出来啊，先把嘴巴画出来。不要画太大啊，嘴巴不要画太大。哎，两笔，紧接着画眼睛，把眼睛的位置给它找出来。那么眼睛是一个椭圆形啊，椭圆形。对，课堂上跟不上，你一定要看回放啊。这个不是，这个你要想学好啊，你说你想把这张画画好啊，想把这个技法学好，你单靠啊老师画的时候，你跟画那一节课肯定学不好，那不如看看算了啊，别浪费时间了，对吧？那是等于说是浪费时间、浪费笔、浪费纸了，没那个必要啊。你想想，老师10几年的这个墨骨功力啊，岂能是让大家看一次课就能学会了？那么这个眼珠子，你可以先给它画上啊，这个眼珠子，眼珠子，这只金鱼啊，眼珠子有个高光啊，有个高光。这个毛笔太尖了啊，用一支稍微钝一点的。就得多看呢，反复的看呢，有些地方的处理啊，你必须得反复看老师怎么处理的，对吧？
好，那好了啊，接着我们就大胆的撞色了啊，撞色就是这个胭脂加一些，首先用胭脂加淡墨的这么个颜色啊，胭脂加淡墨的这个颜色，再调点胭脂啊。对啊，想要学习啊，想要好好学习，想要跟画的同学呢，可以点击老师的这个小黄车1号链接啊，咱们120节课全部在里边。这个案例也是啊，几乎是非常张张精彩啊，每一个案例都很漂亮。因为这个也是我喜欢的，基本上都是我比较喜欢的画。所以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教给大家啊，教给大家。好，这个墨加胭脂的这个颜色啊，比较暗的一种紫色，看到没有？目前看起来比较暗，对吧？没事啊。要注意它的这个形状啊，要注意它这个用笔，水头大一点，不要太干啊，不要太干。往这边来是眼睛周围啊，再往下一笔，你看，再往下一笔是哪？鱼鳃。鱼头的地方多点一点啊，重一些，重一些，对吧？包括这边，好，清水笔啊，赶紧啊，清水笔上场，不要让它干了啊，清水笔有点干了，干了再往这边接一接，接一接，哎，清水笔上场。正好到这个鱼鳍的地方啊，正好到了这个鱼鳍的地方，看到没有？这边往肚子这边接啊，往肚子这边接。好，注意它的一个肚子部分，从鱼鳃这一块啊，从鱼鳃这一块，哟，鱼鳃中间怎么搞的？中间没给画上啊。哎，那么有一个深浅，从这个鱼鳃啊这一块啊，从这一块开始到肚子这一块啊，注意它的一个形状，它是有一点鼓的啊，小金鱼啊肚子都会有一些鼓。然后用清水笔过渡一下，清水笔过渡一下啊。想过渡好自然一点怎么办呢？用这个颜色的这支笔稍微点一点，点点颜色进去，是吧？好，现在这个鱼太扁了，太平了，脊椎加上啊，衬湿，把脊椎加上一笔，两头晕开，是吧？两头晕开呀，衬湿鱼鳃稍微扩一圈，稍微扩一笔淡的啊，一笔浅的，是吧？
很漂亮啊。目前这已经非常漂亮了，是不是？哎，已经很漂亮了，什么也不用干，它已经很漂亮了。清水笔找准鱼鳍的地方出去，侧面鱼头侧面这一块啊，它其实出去有一点点这个鱼鳍的感觉啊，侧面这个鱼鳍稍微出来一点点啊，出来一点点。嘴巴给它画上。好，紧接着用笔尖蘸墨啊，蘸墨，衬湿，哎，把需要加重的地方加重。墨色，害怕它干了啊，可以用水轻轻的啊，清水笔啊，轻轻的湿一点。重一点，包括嘴巴，它同样是有虚有实的，有一半重一些，有一半浅一些，哎，非常注重这种虚实啊，虚实的关系，好看吗？对啊，就是白云笔啊，没有什么啊，就普通的白云笔。鱼鳍，好了，现在啊，我们看看中间肚子这一块，用这个清水，肚子这一块用清水，不要太湿，轻轻的扫一下，因为它可能还没有干，其实如果没有干就不需要啊。把白色点入进去，刚才的白色啊，把刚才我们用到的这个白色给它点入进去就可以了。那么点的时候从哪开始点呢？要这一次啊是从靠近脊椎这一块开始点，对不对？它两边啊往两边扩散，往两边扩散啊。再来一点胭脂，来点胭脂色啊。胭脂遇了白之后，它就有一些这种又粉，然后呢
感觉有一点这种粉色啊，感觉又有一些白色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啊，你就是把这个胭脂和这个白要撞出这种效果来。那么一开始你可以把鱼背上选择鱼背上，一开始呢用这个胭脂色啊，或者是刚才画的时候把这个鱼背的面积给它画大一点也可以。好，然后再稍微往下修复一下啊，修复一下。鱼鳃这一块啊，稍微的再勾一下，把刚才的这个颜色不够啊，不够，我们再撞入一些进去。哎，用特别淡的一个白色啊，现在我们用特别淡的一个白色，对，它是粉紫的这种感觉，对吧？用清水笔蘸一点点太白。鱼头这边点出一个反光来，看到没有？点出一个反光来啊，包括这个地方，哎，这侧面、背面呢这一块，点出一个反光来，那么这个鱼的体积感就特别强，特别强。所以这个就是岭南画派啊。之前不是给大家讲过吗？高奇峰啊，高剑父，对吧？他们这些人画画有什么特点呢？都去过日本，都受到过一个叫什么竹内西凤的这么一个画家的一个影响，对吧？画的画都有一点这种模糊的感觉啊，特别注重这种虚实相生的这个，所以我们把这个感觉给它画出来嘛。那么鱼肚子这个下面这一块啊，用淡的这个紫色啊，点一下，轻轻的这么点一点，它肚子中间还用了淡的墨色，点一下。这就是传统画法，咱们所学的啊，全都是传统画法。就看你这个传统的定义啊，定在哪儿啊？你如果是定在古代，那算传统，那咱们这个是比较先进的画法啊。你如果说定在除了现在的这种画法之外，以前的画法全都是传统画法，那么咱们就是传统画法。我深了一点了。好，后边这块呢又有
轻轻的扫一扫，哎，然后两头须，清水笔啊往两边过渡啊，往两头过渡。画画要很灵活啊，很灵活。清水笔再扫一扫啊，然后这支有颜色的毛笔呢，轻轻的啊再勾一勾，勾一勾。哎，那么这个尾巴就比较浅了啊，淡淡的这种紫色，淡淡的紫墨色。淡淡的紫墨色，尾巴大概是这样啊。那么颜色不要重了。因为墨的原因啊，这个墨特别讨厌，你知道吧？这个墨啊，如果是这样画，它这个笔印特别明显，所以它整体的这种虚实要给它拉开啊，整体虚实要拉开，稍微拉开一点。稍微的勾一点点啊，稍微勾一点点，别勾多了。勾一点可以把这个笔印的笔痕的感觉呢，可以削弱一点，对吧？哎，正好呢就给它削弱了一些了，否则呢它就特别明显啊。这后面这头鱼，我们就可以压着一点它的这个鱼尾巴。两条小金鱼啊，两条小金鱼，是吧？哎，两条小金鱼，很漂亮啊，很漂亮。相互游戏啊，互相游戏。好，好看哈。有新来的同学给老师啊点点关注，点点赞，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整口水喝。一会儿我们再把左边这一条给画了。对，画金鱼这个尾巴一定要透啊，要薄而透。不用墨，用吉祥里的黑色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把左边这一只啊，左边这一只给它画了。左边这一只，我感觉也很漂亮啊，左边这一只也非常的漂亮。因为左边这一只它画的更写意、更生动一些啊。本来就喜欢画金鱼啊，其实我画金鱼画的并不多啊，就看到这张特别好看。从去年那会儿找这个案例图的时候，我就瞅到这一张了啊，当时就觉得哎呦真漂亮，这张画的真好，用笔也非常的灵活啊，用笔也非常灵活。
你知道咱们清代还有一个画家画鱼画的比较好的，比较出名的，和那个华严啊，华严是画鸟对吧？各种鸟啊画的比较好。那么还有一位叫虚谷，有一位画家叫虚谷，他画的这种金鱼画的也比较好。好了，那么这边啊，这只金鱼，那这个位置绰绰有余啊，这个位置呢是绰绰有余，画它是够了啊，年年有余，绰绰有余。先看一下位置啊，自己先找一下，稍微错开一点，错开一点，哎，大致看一看。金鱼呢，这些就是有一些画外音啊，要给它有些尾巴呢，比如像墨的这只啊，可以给它画出去，从画外游过来这种感觉啊，那就更好看。2节课啊，我海报上说了，这节课呢是2节课画完啊，小鱼同学，小鱼画金鱼啊。好，我们继续，那么来画下面这一只了，下面这一只啊，下面这一只的颜色和这一只颜色啊比较接近一些啊，这俩啊是比较接近啊，颜色比较接近。就用到这个朱砂和曙红的这么个颜色啊，头部呢稍微重一些，加一点胭脂进去。头部稍微重一点，就加一些胭脂啊，一会儿撞入一些胭脂也是可以的。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给老师点点关注。咱们的课程回放在1号链接。好，看好位置啊，看好位置。那么看位置的时候，你要整体的来看啊，所以老师要把这个图啊又缩小了一些啊。你如果是盯着这个放大的图画，容易画大，特别容易画大。那么这只鱼这个位置高一点、低一点啊，其实不是特别重要了啊，因为它这边位置是足够了。好，这个位置啊，差不多我就定出来了啊。因为这个一个是咱们这个尺幅啊，其实是已经是缩小了、压缩了啊。尺幅上老师已经是压缩了，那么其实难度这相对来说已经是比你临摹这张原画难度已经是加大了一些了。因为这么小的一个尺幅要画那么多内容，首先这个你要控制它的一个大小就是一个难点，对吧？另外啊，这么小要画的这么精致啊，又是一个难点，对吧？所以对有些同学来说它比较难一些啊。我们注意这条鱼啊，它这个鱼头和之前这2只啊不是一样，不是特别一样，因为角度的原因，看到没有？它用笔更潇洒一些。把眼睛的位置啊，它是留出来的。它这只眼睛要比其他这2只眼睛要大一些啊，因为角度原因嘛。哎，好，那么有的地方啊，它是马上直接用这个刚才这只鱼的颜色啊，这个紫墨色。
包括鱼头的地方啊，有些地方直接用这个颜色给它加重了，撞色进去啊。所以这只鱼颜色上它是比较丰富的。脊椎的部分啊，整个脊椎呢它是这样，这个鱼啊，它整个脊椎应该是这样的啊，你画的时候注意了，它是这样。那么紧接着啊，这个画的非常的这只啊，可能会画的比较快一些啊。那么我快速的把这个轮廓稍微勾一下，紧接着呢，我们就要撞色了。紧接着我们就撞色了，用一个猪标的颜色啊，或者鹅黄的颜色，鹅黄的颜色。哎，稍微快一点啊，稍微快一点。笔尖再蘸一点刚才的红啊，从这边开始，它的鱼鳍它是往外跑的啊。这个鱼鳍啊，它是因为角度的原因，它是在上方，看到没有？它是在上方，所以这个颜色要撞入进去。包括背部这些地方啊，它都有一点偏黄，看到没有？哎，都有一些偏黄啊，所以这个颜色我们要很快的撞入进去啊。然后呢，这个鱼鳍，哎，鱼鳍，紧接着笔不要停啊，笔不要停。刚才的红色，再从尾巴往上撞回去，撞回去啊！稍微过渡一下，鱼肚子。照一遍这个淡淡的颜色或者是水，白色，从下方中间两个地方啊，两个地方撞入白色，两个地方，上面则是盖一点，让它有一点粉色的感觉啊，有点粉色的感觉。好了，那么紧接着我们，大毛笔啊，不是大毛笔啊，小的这个小白云，来一点曙红啊，调一点曙红，调点曙红。尾巴，有些地方颜色要干一些啊，有些地方颜色要比较干一点，看到没有？比较干一些啊，有些地方呢
比较湿一些，比较湿一些，不要画太满啊，快速用清水笔啊铺一遍啊，铺一遍，把这种虚实关系加大。虚实关系加大，是不是很朦胧，像在水里的感觉了，对吧？朦朦胧胧的啊。重的地方继续加曙红，可以稍微干一点的曙红。小金鱼的腰身一定要细啊，画的时候还是得小心一点，不能太快了，容易出错。白色不要太浓啊，淡一点。勾一勾，是吧？有的地方扫一扫，有的地方勾一勾。粉粉的感觉啊，它就有了啊，就是这么画出来的，明白吧？粉粉的感觉就是这样画出来的啊。哎，漂不漂亮啊？对吧？哎，趁着现在呢，你肚子的地方撞入一点红色，一气呵成。所以这个画这个墨骨不是所有的都适合慢慢的画，这个也得很快啊，慢了有些效果出不来啊，有些效果它出不来。这都干了，已经干了啊。其实应该趁湿的时候啊，把这个稍微的撞一撞啊，撞一撞这个颜色进去啊。你看这个尾巴啊，肚子这一块是不是感觉特别好啊？有些地方呢，还有一些淡淡的这个黄色啊，淡淡的藤黄，你可以调一点淡淡的藤黄，撞入进去啊，撞入进去一点淡淡的藤黄啊，整个的色相变化还是非常微妙的啊，非常微妙。因为金鱼它的颜色本身很漂亮啊，那么在水里边，那么它的颜色呢就会更漂亮一些。好了，那么头部啊有一些我们需要回头再加重一点。现在把眼珠子给它刻画一下啊，眼珠子给它画一下。
这是一头鲨鱼，我不知道是啥鱼啊，是鲨鱼吗？还有这种叫法吗？像戴的那个结婚的时候头上戴的那个头纱是不是？好，清水笔啊，紧接着不用清水笔，用那个红色的这支笔，头上的颜色浅了啊，再来一遍。那么还是用刚才底色的这支笔先走一遍，走下来。有的地方因为中间这块可能没干，正好呢就顺接一下啊，正好就让它接一下，是吧？好，那么重的地方啊，用这个中间这条鱼的这个胭脂墨的这个颜色，撞入进来啊，眼眶。也可以稍微干了之后勾一下眼眶。头部的脊椎的地方啊，分开两半的地方放一点进去。那么这个体积感更强一些，对吧？体积感就更强了。鱼鳍，清水笔，哟，清水笔不干净了啊。然后重色稍微勾一勾，
也不需要勾太多，对吧？稍微勾一勾，若隐若现，虚虚实实的啊，在水里边这种感觉它就有了嘛，啊，就有了啊。哎，漂亮吧？是不是？说简单也简单，说难呢有一点难度啊。你要说简单，其实画的也挺快的。画画是这样的啊，画画是这样的，明白吧？这个只要画好了，你把这个东西学通了啊，基本上啊很多东西你就都能上手了，明白吗？都能画的不差。啊，它都基本上画的差不了，对吧？只要学通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有的在学画画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你可能喜欢这个，你可能画这个就画的多，喜欢那个呢，画那个画的多，画的多的呢就画的熟一些啊，画的熟一些，画出来就感觉效果好一些，对不对？有可能是这样。可以用这个淡淡的白色啊，白色，把这个鱼鳍这块稍微勾一下，勾勒一下。好，那么这一只也很快就画完了啊，画完了。你看3只摆一块，3只摆一块，漂亮啊，是不是？美不美？你就说美不美吧。其实是应该先刷一遍，他那不是刷了几笔重色嘛，水的颜色嘛，对不对？那刷了几笔水的颜色，但是本来我也想刷啊，我害怕刷的这个颜色回头还得等干，你等干的过程当中，这个就不知道干啥了，对吧？所以就没刷，没刷呢，回头我们染啊，染一下就也行啊，染一下也行。这么小的一张画啊，这么小的一张画，你看看才多大，没多大。这么小的一张画，是吧？画了已经画3只了。上面还有一只黑色的，黑白的，哎，黑白的也漂亮啊，黑白的也漂亮。画近一点，是吧？黑白的也好看。所以你跟老师学啊，学到的都是技法，学到的都是技法啊。学会了之后，你这用起来，你看到一张画啊，看到一张画，无论写意啊，还是墨骨啊，还是像这样的啊，半工半写的，你看了之后，你头脑里边自然就出来一堆数据啊，这个用了什么技法，这个用什么技法，对不对？这里应该先怎么画，再怎么画，自然而然就分析出来了。原图有多大我不知道啊，原图肯定比我们这个尺寸大。你看他写的字，他写了那么多字啊，还有盖章，证明呢原图是会比我这个大一圈，至少啊要大一点呢，是不是？好，往上进行啊，往上进行，上面还有几只啊？哇，还有4只啊，一共7只。7只小金鱼啊。那么这一只呢，稍微要把尾巴给它遮挡一点啊，把尾巴稍微遮挡一点，要离得近一点啊，离得近一点，头部在这一块，尾部画到这儿来，哎，然后尾巴甩出去，甩到画面外面去，从画面外面啊游过来的七仙女。想起了任贤齐的那首《我是一只鱼》，对不对？
不懂鱼之乐。45宽的话就得90啊，45好像也稍微太宽了一点啊，45太宽了一点。小金鱼其实少一点这个大小也行啊，小一点显得可爱一点，对吧？小一点显得小巧精致可爱。好，那么画这一只了，这一只呢首先呢可以调一个淡墨色啊，淡墨色。那么它里边有一点淡淡的这种微灰紫色，那说明它里边加了什么？加了一点这种花青啊，或者蓝色进去啊，这墨里边加了一点蓝色，然后灰色浅色的部分与白色相撞，哎，就出来了这个什么颜色啊？出来了这个灰灰的这种灰紫色，它就出来了，对吧？那么图片的话啊，有新来的同学，这位同学用户156，这个同学可以点击老师的头像加关注啊，进入到群里边。那么这个图呢都会发在里边啊。来，再来啊，再来，继续来。那么可以再来一个碟子啊，再来一个碟子啊，调出一个墨加一点蓝色啊，就是花青色的这么个颜色出来。我看看，可以用本蓝啊，用本蓝呢，就是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本蓝。你看这个颜色它就比较灰啊，它就是一种灰紫色，看到没有啊？一种灰紫色。那么用它和墨，哎，给它搅到一块去。哎，这个颜色挺好，这个颜色非常适合画这条鱼啊。好，可以了，可以了。看准位置啊，看准位置，可以离得近一点，没事啊，不要离太远。它这个嘴巴方一点，你看到没有？嘴巴比较方一些。稍微方一点点啊。好，那么定好位置之后呢，我就给拉近一点啊，拉近一点。一开始不拉近是怕大家给画大了，或者位置画跑了，要看整体啊，看整体。然后现在拉近一点，我们看看啊，先把眼睛这一块啊，眼眶啊给它画出来啊，眼眶给它画出来。好，
好了，那么头部呢，直接用这个刚才调好了这个颜色啊，墨加一个灰紫色，就是一个本蓝的颜色啊，本蓝，然后呢调一点墨色。头上有个高光，回头我们再用白色点它就行了。对，我用的吉祥颜料啊，老师用的吉祥颜料。用笔上可以围绕着这个结构来啊。鱼鳃啊，鱼鳃。那么整个鱼头啊，整个鱼头呢，它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一个位置。鱼肚子。准备一个清水笔，同样有一支清水笔啊，接近墨色啊，灰灰的一个颜色。清水笔过渡一下。脊椎的地方加重，是吧？头部有些地方也加重一点啊，快速的用这个清水笔鱼鳍给它画出来，从脊椎这儿开始往外啊出，往后面背啊，往后面靠。那么它就会出来一种通透感啊，比你直接用颜色去画，它就会，因为如果用颜色画呢，它会遮挡，对吧？它对前面的这个有遮挡，那么它就比较实，它就没有通透感。紧接着就用这支有颜色的毛笔，你看，再来把鱼鳍稍微勾一勾啊，稍微勾一下，啊，稍微勾一下。那么前面呢也是啊，前面呢就在这个鳃的旁边啊，也有鱼鳍啊，稍微干了一点。
干了我们就用颜色啊，先点完之后，清水笔再给它挑出去。所以先画什么后画什么是不是很重要啊？你比如说，那这个画这个鱼鳍，那有的同学如果没看到老师画的话，他估计都不知道先是用这个颜色这么点一下，然后直接用清水笔这么一过渡一带就可以了，对不对？你肯定会想不到啊。大部分同学画画都是怎么凭实力硬画啊，凭实力硬画，就是完全都是不断的叠加一种加法，对吧？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的。好了，我们看一下啊，头上这一块，把头上这一块啊加重一点，趁着还没有干啊，嘴巴前面这一块加重一点，额头、大脑门。哎，这一块加重一点，加重了吗？好，加重了，紧接着白色登场啊！白色来了，清水笔过渡一下啊，清水笔过渡一下。肚子的地方啊，该重的地方呢，白色可以稍微再重一点。这一块啊，白色可以再浓一点。好，再来一点这个刚才的本蓝啊，这个颜色，哎，本蓝这个颜色啊。这个蓝叫本蓝，本身的本啊，本身的本，一种烟灰色的感觉，对吧？
把这个白色再淡一点的白色啊，特别淡、特别浅的一个淡淡的白色，特别浅、特别淡的白色啊。类似于一种烟灰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塞的地方，后面这一块啊，后面这一块提一提，用这个本蓝这个颜色啊来撞这个白色，你看，来撞一下啊，来撞一下。底下呢稍微也来一点啊，稍微也来一点。哎，好，把尾巴给它接上啊，尾巴。那么尾巴呢也是，尾巴颜色要浅，尾巴用这个鱼身上的这个颜色啊淡一点啊，特别淡啊，特别淡。一定要淡一点啊，通透一些。缩小一点吧，太大了，放太大了。哎，你看这个尾巴呢，它其实就甩出去啊，让它甩出去，因为我们这个尺寸呢有点小了，它稍微没有太呈现出来，对吧？画面里边啊。灵动一点，来水笔，清水笔啊，用清水笔勾。再来这个小毛笔，再用淡淡的白色，很淡很淡的白色，尾巴从里边啊，从这个往里边啊过渡一下。甚至可以用白色这么勾一下啊，稍微勾一下，对吧？稍微勾一勾，有的地方呢稍微再重一点，颜色墨色稍微再重一点，接的自然一点啊，接的自然一点。
好，下面的这个鱼鳍啊，墨骨化是不是也应该表宣纸？什么意思呢？等一下啊，我画完了，我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刚才只顾着画了。好，用这个比较重一点的这个颜色啊。稍微提一提啊，有些地方。好，差不多啊，再把高光一点啊，把头上的高光稍微点一下。买的是7号链接成品的这个，对，成品的这个卡纸啊。你说的那个裱画，这是不是？如果是哈，按照老师这个课程里边，教大家裱的那种裱板的方式呢，你可以买那个宣纸熟宣裱板子，裱板子底下，板子下面要衬一张，你可以衬这个线稿，也可以衬什么？也可以衬，如果不衬线稿，你可以衬一张这个白纸啊，衬一张这个生宣。高光啊，高光。那么这几条鱼，缩小看一看啊，这个很精彩啊，灰色的也很精彩，对不对？拿刀一划就取下来了嘛，拿刀一划就取下来了，画完之后一裁就裁掉了啊。描丸子同学非常有经验了，大家可以问问他，是不是？那点互动一下，不互动也被封啊，是吗？互动一下，互动2分钟吧。这个你看，比如说这个咱们课程啊，雪浪，这雪浪里边，你进去之后，你先点学习，明白吧？你进去之后先点学习啊，然后可以看到我的课程，你就点开这个地方有个班级群，看到没有？这个像这个信息似的，这个地方有个班级群，点进去，然后点资料，资料里边有一个老师的裱板教程视频啊，这里边有啊，这里边有怎么教你啊，把一张纸裱在这个画板上面，把它裱平整了，就像卡纸一样，比卡纸那还好用啊。然后每节课，如果你要补课之前呢，你就点开看一看啊，每节课这个，比如每节课的里边啊都有案例信息，对吧？你看一看这个什么尺寸啊，需要什么材料，生宣熟宣，对吧？然后老师课上画的，这是老师课上画的，还有画家原作，对吧？还有线稿，你可以都打开先看一看，然后再来看课程，再来跟画啊，别着急，听到没有？别着急啊。
课程链接在咱们的1号链接啊，在咱们的1号链接。看看啊，课程链接在咱们1号链接里边，就点这个购物车啊，1号链接是咱们的课程啊。那么老师用的这个颜料是2号链接的吉祥颜料啊。前几节课用的，包括我平时练习用的这个熟宣啊，都是3号链接的这个熟宣。这个熟宣我用了很多年了啊，10来年了。然后毛笔呢，都是一些白云笔啊这样的啊，4号链接、5号链接都有。然后这个卡纸是7号链接的卡纸啊。然后平时会用到一些胶矾也都在上面，好吧？这是咱们这个啊。然后比如说课程的话，课程呢？学浪，课程的话呢是在这儿啊，在班级群里边可以交作业啊，班级群里边交作业，你看这是同学们才画完才交的啊，水云健同学画的这个蘑菇，画的挺好的嘛。这还有前2节课画的调频，写意调频啊，回头呢老师都会进行一些作业点评，是吧？这很多大家都交作业了，这是古山同学的作业。所以你不要害怕学不会，跟着老师的课程啊，一步一步的画，肯定能画好啊，肯定能画好的。你看大家的墨骨基本上上手的啊，水平都在线，你看到没有？画2张就上手了，你跟着老师的回放啊，你多上2张啊，多画2张，基本上都能画出来啊。找一下墨骨作品，最近都是写意比较多啊，墨骨好像没看到了。你看基本上都能画出来，基本上都能画出来，对吧？只是说形准与不准的一个问题，对吧？只是说这个造型，有的同学造型能力强一些，画的准一些，就是显得好看一些；有的同学造型能力差一些啊，画的没那么准，那么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好看一点。仅此这个区别啊，在技法上，老师呢都基本上都能教会大家，对吧？都能教会大家。好了，你看看现在是画了7点到表板的板子。我是定做的板子啊，我是定做的画板。那么喵丸的同学他是用的这个和面的这种板，知道吧？造型能力就得多练呢。你看老师每节课，你比如说之前的动物课程啊，包括画小鸟啊，是不是啊？你平时课前资料发在哪里啊？上课前在班级群找不到，我都发在咱们的这个群里边了啊。这位同学，金山同学，咱们我现在以前是发在上课之前，我会发在这个学浪群里边。现在我不是上课之前都发在咱们抖音的群里边了吗？抖音粉丝群里边，所以要看啊，一定要看，好吧？一定要看咱们的粉丝群啊。画画要多大的桌子才够用？我不知道啊，根据个人情况，我的桌子是1.2米乘以2.4米，我感觉也不太够用，摆得满满当当的啊。那有的同学呢，大部分同学都是用的这个餐桌，对吧？家里边的餐桌。尺寸的板，画板的话，目前我们用的是多少？是69、70乘以45的吧？好像是，因为我定做的是以前画那个壁画，我之前不给大家看过那个壁画吗？画壁画的时候，定做的那个几块啊，那个大小的板子，明白吧？所以有几张这个多的板子，那么我就用那个裱工笔了，裱墨骨了。没有下课啊。这才9点钟啊，继续啊，还得把这个鱼画差不多的啊，
因为下一节课的这个紫藤花，咱们用墨骨的方式画呢，它也挺费时间的啊。这个紫藤花你别看，它其实也挺费时间。所以咱们这节课啊，尽量的把这个鱼能画多少画多少啊，先给它画多一点。看壁画啊，壁画在这呢。所以我那个板子，我好像是尺寸我记不太清楚了啊。我这个板子还比较大，你看，就好像是这一块好像大一些啊，前面有几块小一些，就是根据我还有比这个小的画板呢，还有一平尺左右的画板做的这种画板，你看这个就比较大了啊，这个是50、60，这应该是60乘90了吧？我这个应该是60乘以90了啊，60乘90的画板了，对吧？这是60乘90的画板。那么还有这种小画板，画一些小品画，还有这样的，你看这就很小了，这个就1平尺左右的画板啊，1平尺左右的画板。那么这个是比较厚的，你看到没有？很厚。所以呢，裱板子的话啊，就买一个要厚一点的板子，不要买那种特别薄的那种板子啊，特别薄的板子，三合板一沾水它就变形了，知道吧？一沾水它就变形了。那么平时之前是用的这个纸裱在这个板子上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工具材料它的一个作用得搞得清楚啊，得搞得清楚。好了，继续啊，继续了。所以喜欢咱们课程的同学可以点击老师的头像啊，加关注，那么持续关注咱们的课程，在群里边啊，粉丝群里边会给大家发这些作品案例图作品的信息啊。那么咱们的课程链接是在1号链接，小黄车的1号链接，120节课。三合板它很薄，它一沾水它就变形，这个常识大家应该有吧？是吧？那么这个应该大家比我懂得多啊。我这是里边加了龙骨的这个画板啊，我那是加了龙骨的，所以比较厚一点，定做的。好，我们再画这条鱼啊，这条鱼呢不要画太高啊。我这个尺寸好没有，我看看啊，要鱼大概咱们要画，咱们这个回头紫藤只能往上挪一挪了啊，否则画不太下去了。在这儿啊，这一只鱼先画上面这一头红色的这个金鱼啊，红色的金鱼，白的在它下面，黄的在这边啊，因为咱们上面的距离已经不是特别的够了啊，不是特别的够用了，感觉它是在这个1/3下方啊就完成了，我这个已经超了1/3了，已经超1/3了，已经超1/3了啊。画板干嘛用的？画板画画用的，干嘛用的？裱画用的呀，把这个纸裱在板上用的啊。你如果有卡纸你就用卡纸，没有用卡纸你就买画板啊，或者直接，因为这个熟宣纸啊，如果是直接用纸画，它沾湿了之后它会鼓起来，所以我们裱在板上它比较平整，明白吧？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要裱，为什么要裱板呢？为了让它平整一些啊，就这个意思。没有也行，没有画板也可以画，
啊，没有画板也可以画，知道吧？它是为了平整。你不会表板呀，不会表板，咱们的课程里边有，我教给大家了，我录了视频里边教给大家了。没看喵丸子同学每次都是表板吗？都表得很好了已经。我说不明白啊，这是靠说能说明白的吗？得演示。在咱们的课程里边啊，你购买课程的同学是能看到咱们的这个表板的视频的啊，这个教程视频比较大，传不上粉丝群啊，直接放到这个课程里边了。好了，来画上面这一头金鱼啊。那么这个颜色呢，还是红的啊，红的。那你可以先看一看呢，你可以先看一看那个表板的教程嘛，你要想学的话。那么这只鱼啊，位置一定要画好啊，这个位置一定不要画太高了啊，不要画太高，稍微低一点。基本上与它的一个尾巴尾巴呢齐平一点的地方，画这个嘴巴。然后不要在一条直线上啊，稍微错开一点。头部在这两只鱼的中间这一块啊，哎，大致就是这个地方啊，首先定好位置。哎，这张画我其实画之前呢，我还没有太大的把握能给它画的多好啊，现在画的感觉非常好，这张画的真不错啊，我个人感觉也挺喜欢了。因为我很少画金鱼，所以画之前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说这个技法啊，这个东西啊，你学会了之后，你画啥它都能大差不差。你看跟着我们上课的同学现在进步都非常大啊，有的同学那作品画的这个墨骨作品，我感觉都能秒杀咱们这个抖音里边啊，有一些教课的老师啊，有一些也教墨骨课的啊，不是指的咱们这个彭村的老师啊，指的一些其他的老师，咱不认识的一些教课的这个水平啊，再多练一练也能开课了。定做我也不会做，我要会做我就给你上小黄车了，我也不会做板呐，我又不是个木匠，我要是跟齐白石一样啊，会干木匠活，那我就给大家做了，我就专门做板，咱也不会。稍微勾一下啊，稍微勾一下眼睛，这个鱼鳃这一块啊，包括头部。好，勾完之后就可以大笔。第一笔沿着嘴巴这儿啊，先来一笔，
第二笔沿着眼睛上去，沿着它的轮廓来一笔。第三笔有点干了啊，有点干了，保持湿润啊，不能太干。好，清水笔，你可以去这种木材市场啊，看看有没有做的一些家居啊，做家居的地方，让人帮忙，看看能不能做2块啊。如果需要的同学多的话，我帮忙问一下，我可以问一下这个，我找一下那个联系的方式啊，找一下那个之前我定做的画板的那个人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找到了的话，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对对对，有卖的，可以自己找一下也行啊，自己找一下也行。好，头部啊重的地方可以稍微再加重一点，你看重的地方继续加重，用这个颜色点入进去啊，点入进去。对，二宝哭了，都能听出是二宝的声音，猜测是吧？背部有些地方啊比较红一些啊，比较红一点，可以加一点咱们之前的胭脂啊。定做画板它就不便宜啊，它本身就不便宜，这东西就不便宜，我还定做了好几块大板子。其实如果在当地能找着地方做的话，那是最合适的。那从网上的话，它还有个运费啊，运费更贵。那好家伙，我上次那几块板子我扔了又觉得可惜啊，我给运回来了。妈呀，运回来还不如重新再做，运费比我做板子的这个费用还贵，给我气的呀！找的那个叫什么物流，叫什么物流来着？哎呦，我2块画板，人家还给我用木架打了一个木架，我的个天呐，结果特别沉。我没要求打木架，为什么不给我打木架呢？德邦，好像是德邦。太气人了。
加重一点啊，它就显得好看一些。尾巴这一块也是啊，尾部这一块，加重一点，不需要加重太多啊，稍微加一点，它就好很多了。这边呢是刚才晕染过来，应该是还是湿的啊。那么湿的一种状态，我们直接就把白色赶紧撞入进去了啊，就把白色赶紧撞入进去。主要是我是2块空画板，我没有画上面，我画哪敢放上面呢？我是2块空画板。那我运板，我单纯是运板子，本来不想要了，想扔了，我想回来又得定做啊，还不一定能找着做的地方，就拿着吧，带着吧。如果问怎么收费，人家说包好了再告我，结果运回来就和在现场说的不一样了，太吓人了。你看这个撞色啊，撞色要撞得很微妙啊，惟妙惟肖。肚子这一块白色，再浓一点的白色啊。这个小金鱼啊，它有一点这种它白色的鳞片的地方，你可以也适当的加一点这个银粉啊，如果有银粉呢，可以稍微加点银粉。我这没有铂，有铂的话可以贴点铂也挺好看。贴点银箔，然后一烧啊，白色就不用烧了。贴点银箔，然后用白色再一覆盖啊，一染，那特别漂亮啊。对，直接画也可以，我以前都是直接画啊。你像有的大画啊，它有时候就没法这个裱板的，拿那么大的板子呢，只能是直接画。像头部这些地方，背部有些地方微微的加一点点淡淡的白色，微微加一点啊，淡淡的白色，就把这一块变化很微妙，看到没有？很微妙。漂亮啊！什么叫撞色？现在就是叫撞色。比如说我把这个红色撞入到这底下这个白色里边去，这不就是叫撞色了吗？对不对啊？比如说它还有一些这个黄色，撞一点藤黄进去，这都不是藤黄了啊，它撞的我感觉像是荧光黄啊，荧光黄的感觉。有些地方看看，比如它鱼鳃的地方，给它强调一下这一块啊，稍微给它强调一下，你再把这个红色撞入进去，是吧？鱼鳃这一块强调一下，然后呢，它又撞了一点这个黄色到鱼鳃这一块，对吧？肚子这一块也来了一点，包括这个尾部这一块啊，也稍微撞了一点黄色，
淡淡的黄色啊，不要太重，淡淡的黄色。鱼鳍等会儿画吧，先把尾巴顺势把尾巴给画上去啊。尾巴的颜色要淡一些了，啊，要浅一些，比较暖的一种这种朱标啊，或者是它比朱砂的颜色还浅一点啊，比朱砂的颜色还浅一些。看着啊，好，快速调一个朱标啊，或者是这个颜色里边加一点鹅黄进来，朱砂里边加一点鹅黄进去，淡一点的颜色啊。淡一点的颜色，两边接一下，两边稍微接一接。哎，再用重一点的红色稍微再勾一下啊，稍微再勾一下。勾的同时，正好可以处理一下这些笔痕。这一块用了一点淡淡的白色，一种粉粉的这种感觉，对吧？它这一块呢，其实是后边的这个鱼鳍呀，其实是后边的啊，后边的这个鱼鳍侧面这一块颜色上啊有一个大胆的区分。那么包括这一块啊，可以来个画个鱼鳍，清水笔接一下，哎，清水笔接一下，看鱼鳍，这一边同样直接勾完之后，清水笔中间
过一下啊，它就有了深浅虚实，看到没有？我一会儿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就有深浅、有虚实的这种变化。这个鱼鳍呢，它是接着身体的啊，接着身体上面的。在背面还有个鱼鳍。哎，是不是惟妙惟肖啊？变化非常的多端。有个地方淡墨走上一走，淡墨加这个红色啊，走上一走，也可以清水笔啊，这一块湿润一下，湿润完了啊，把淡墨点进去，包括头部这一块啊，湿润一下再点。好，把眼珠子给它点上啊。眼珠子，这个眼珠子点呢，想点微妙一些，就不要直接点墨了啊，先用红色，对吧？先用这么个红色啊，红色点。点完之后，墨色从两边点进去，它眼珠子它有深有浅啊，有深有浅。眼皮子很厚啊，有一个厚度，你看，把眼皮子这种突出的感觉，这不就画出来了啊？补两笔，你说这些细节啊，你不光有可能看不清啊，但是你能够看到这个图之后能联想到啊，能联想到，这就很重要，这就得看你平时的这种观察能力了啊，平时有没有这种观察能力，对不对？我为啥对这个金鱼还比较熟悉啊？因为我老丈人家以前养了有个小鱼缸，养了金鱼，有时候带孩子没事就看金鱼啊，就搁那看，所以还比较熟悉哈。虽然没怎么画过，但咱看过啊。对吧？重的地方可以稍微加重一点，加重完了用清水笔啊，稍微像画工笔似的稍微过渡一下也行啊，或者先用清水笔打湿，湿完之后再来撞色也可以。就是方法这个东西，你学会了之后啊，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它没有固定的这种程式了啊，法无定法，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对不对？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啊。
是不是要活过来了？他说我就没死。好，那么又一只完成了，是不是？又一只小金鱼，哎，又完成了。又一只小金鱼啊，很精彩啊，非常精彩的一张画。这是岭南画派这个黄焕武的一张作品啊，黄焕武的一张作品。缩小看一看啊，个头大小，哎，差不多，挺好的啊，挺好。这个肚子上的白色其实还可以再点一点啊，白色感觉还不是特别的够。其实有的地方干了之后，你可以再用白色啊，把有一些地方的白色稍微再提的再厚一点，再厚一点。好，相当的不错啊。我个人也是非常满意啊，对于今天晚上的这幅作品，相当感觉挺好。好了，底下这条白色的鱼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底色之后啊，再来画，就把底下它那个水纹呢稍微染一下再来画啊。那条鱼呢先不画了啊，那条鱼先不画。因为这个白色，特别有的同学是白纸，如果白纸上呢没有这个底色的话呢，它就这个白它出不来啊，白出不来。你看看现在，如果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啊，这几只鱼感觉都快从纸里边快跃出来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在没有画任何背景啊，没有做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技法是个好东西吧？啊，技法是个好东西啊。早买早受益啊，就是这样啊。课程会有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各种惊喜等着大家，各种好的案例啊，优质的案例等着大家。你像我之前给大家做技法课的时候，是吧？那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局限，不能把案例做得太过于漂亮啊，过于太好看。因为授课呢是很多老师授课，对不对？你比如说像这样的案例，不是所有老师让他上来都能画出来，所以呢，基本上当时的这个课程它是难度上啊是要比之前要大，但是呢又要相对来说啊要平庸一点。那么现在老师自己的课程呢，就是使劲啊往上顶啊，就把我会的东西啊都使劲往外掏了，你看到没有？是不是？都使劲往外掏了啊！所以想要学习的同学千万别错过，错过这个机会就很难再有了，啊！好，我们把这只小黄给它画一画，或者我们现在把底下的水纹呢给它染一下，染上去。然后把小黄再给它画一下啊。现在才上32还是33节课啊？现在课程还剩很多，现在完全来得及，完全来得及啊！哎，那么这个可以用到一些排刷啊，用到排刷了啊。我有小排刷，大家有没有？我看看我的小排刷放哪了。排刷我买了很多，
像这样的啊，这是5连的排刷，这只小排刷就快赶上我的这个课程了，你想想吧，想想我这个课程值不值吧？这个小排刷呀，就快赶上我这个课了。好，来一只小蝶啊，来一只小蝶。其实它这个刷的很，它那个水啊刷的很随意啊，刷特别随意，甚至来说感觉有一点粗糙，有点粗糙了。你也可以不刷啊，刷了有可能可能会对画面呢有一些这种破坏，有一些破坏。如果你感觉效果特别好，你就可以选择不刷，好吧？如果感觉还欠缺一点，想衬一衬，那就可以刷，可以刷。刷一个淡淡的蓝色啊，淡淡的蓝色即可。可以用这个，我看看啊，这个叫什么浅葱啊，用这个浅葱色，就是这个颜色啊，浅葱啊，这个颜色。超过，该出手就出手，该涨价就涨价是吧？这个蓝呢稍微有一点过于太淡了啊，可以再加一点刚才用的本蓝啊，本蓝。我的没有调的太暗啊，那么它这个颜色呢，其实直接就是本蓝的这个颜色，就是花青墨的这么一个颜色，很粗，这几刷的很粗犷啊，刷的相当的粗野。大致就是这样啊一个颜色。好，我们选择这一块稍微重一点啊，这一块重一点，然后把刷子往后方去，清水呀，用清水这么过渡它啊，用清水过渡它，那么这个鱼也不会被弄得太脏啊。或者再来一支清水笔，啊，往这边再过渡一下。因为可能会跑色啊，可能会跑色，稍微注意一点啊，稍微注意一点。有可能如果你直接刷过去，这个红色可能会跑色啊，包括这个也有可能会跑色，所以要注意一点啊。那么我们还是稳妥一点吧。所以我说应该是先染这个水色啊，先把这几刷子先刷出来。它会好一些，但先刷的话就得等它干啊，就比较费时间，所以我就没有先刷。那么我们就慢慢的染啊，染的时候方向上啊，尽量的横向。你看有一点跑色了啊，这个小鱼，跑色了，就不能蹭到它身上去。水也不要积在它的旁边啊，也不要把水积在它的这个旁边，否则干了之后有明显的这种水印也不好啊，有明显的水印也不好。那么我们用清水啊，用清水呢，
过渡啊，用清水，先用清水这样的扫一扫，哎，扫这空里边，然后把颜色撞入进去啊，采用这样的方式，对吧？采用这样的方式，把我们的撞色、撞水、撞色啊，活学活用，用到我们的这个里边来，背景的处理里边啊。这样呢，背景的处理啊不会脏。哎，好，我这边大胆的刷几笔啊。哎，然后用清水笔再给它过渡一下，不要有明显的这种笔痕，过渡一下啊，过渡一下。这一块啊，也是轻轻的过渡一下。好，衬一下就行了，衬一下。有在水里游动的感觉吗？国画颜料它也会跑色啊，你知道吧？都会跑，因为毕竟这刚画上去的，所以你经常拿去裱画的时候，像这样的，人家都会有经验的老师傅会问你，你这个画完之后刷没刷胶盘水啊？是不是啊？不，没有刷胶盘水，或者你这画完几天了，还要算多少个小时？可有正常的，一般呢，它得要2-3天，画完之后2-3天。如果是墨的话，它时间会更长一些，要求他才敢给你裱，否则一裱就跑，这个知道吧？然后他会用那个蒸锅给你把画蒸一蒸。咱们班不是有几位同学说学装裱吗？可以问问师傅，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手工裱的话，它就是会有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的墨骨画、工笔画啊，通常啊，画完之后，装裱之前，除非你画完很久了啊，要么你就胶反水刷一遍，胶反水给它固色啊，把颜色固定住，否则就容易跑。来刷一下也挺好看啊，弄点这个水纹还不错啊。也还行，也还行。回头再点一点浮萍啊，它还有掉落的这个紫藤花啊，这个鱼啊在追逐这个花瓣，你知道吧？在追逐花瓣啊。那么我想啊，要么咱们再把这个鱼系列啊，咱们再多画几张，好吧？等我找着案例啊，咱们多画几张。目前我还有一幅，下一次这个墨骨还能画一幅这个鱼和水面相关的，也特别漂亮啊，也特别漂亮。
好了，哎呀，这个课吧，就是这样，你懂行的人呢，你就觉得这个课便宜；不懂行的觉得贵，还得比较比较，这老师行不行？就是这样。懂行的就错过这个村没那个店了啊。好，清水笔，清水排刷，刷一遍，然后用这个颜色，有一点倾斜，你看到没有？整体有一些倾斜啊，不是说特别的平啊，有一些倾斜，往上去了，过渡一下啊，过渡一下，哎，这边过渡一下，有点倾斜。染一染，应该多打几次广告是吧？咱是不爱打广告，不是就打自愿啊，咱也不强求，想学就学嘛，对不对？反正课程也不贵啊。你看这块跑色了啊，这个一沾水啊，因为是才画完的，所以它容易跑色，所以通常你要么先做底色，所以画画一般都先做底色嘛。好，可以，还可以啊，还可以。所以呢，其他同学啊，如果还没画的同学啊，回头看回放画的时候，你可以先呢把这个水的底色给它刷出来，刷出来之后，再来画这个鱼啊，画这个鱼。那么这个水纹一刷，其实效果还是要好一些啊，还是要好一些。5条小金鱼，很好很好啊，这张真是不错啊，以后我多画点金鱼啊，没想到金鱼画出来这么漂亮。有的那个画的那个金鱼，还有那种叫什么，叫叫叫什么红，就头特别大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头特别大的金鱼，红色的啊，狮子头，对对对，狮子头啊，狮子头。
好，我把这个吹一下啊，稍微吹一下，然后把这个白色的给它画了啊。我吹一下，把白色的金鱼给它画一下。把声音关一下啊。好，那么我们再来啊，把这只白色的金鱼啊，给它画一画。哎呀，真不错啊！对，新来同学给老师点击老师的头像啊，点点关注，给老师点一个关注，好不好？咱们的课程回放在1号链接啊，在1号链接，课程超值120节课，涉及到的题材啊、种类、绘画种类都很广，小写意啊，像这样的墨骨啊，还有一些动物画啊，包含的技法非常的全面啊，可以说是很难找到这么全面的了，对吧？课程实惠啊，课程实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好，我们再来画这只，画高兴了，你知道吧？这个画这个鱼，你看我挑的一些呢，基本上都是我以前没怎么画过的啊，没怎么画过的，才有意思啊。自己老画的就没什么意思，画起来没啥激情啊。这种小金鱼我也画的少，几乎没画过，偶尔画一些，就画那种小鱼啊，特别小的鱼，要么就是前2天画的那个锦鲤，对吧？那么这个白色呢，它其实啊纯粹就靠勾了啊，比较靠勾了，淡淡的墨色啊勾一下，淡淡的墨色勾一下。注意它的一个起点的位置啊，起点的位置不要太高，在嘴巴的这条鱼的嘴巴的下方一点的位置啊，下方一点的位置，哎，这么勾过来哈，就是这样的。哎，轻轻的勾一条，那么这是它的外轮廓，中间这呢还有一根是脊椎部分的啊。小金鱼，那么这个呢是比较简单一些啊，这个比较简单，设色上会难一些啊，但是勾的时候注意要线条，你看看线条的轻重、转折、粗细变化啊，这个要注意。这个好多同学的勾他就害怕勾线。哎，两股啊，好，预备。鱼尾巴稍微勾一勾啊，稍微勾一下。
再把眼睛点出来。眼睛同样啊，它有一个高光啊，有一个高光。高光呢是一个三角形的啊，一个小缺口。好，那么下面我们进行撞色了啊，进行撞色了。那么这个撞色大家想一想怎么画啊？这个白色怎么画？可以动动脑筋想一想啊，白色的这鱼我们要怎么画？那白色的鱼我们可以选择留白呀，不是撞水，对，先用水铺一个底啊，水铺底，或者你先把白的地方分染出来啊，也可以。画法呢很多种啊。清水笔，不要湿的太厉害啊，别在里边积好多水。把它微微打湿就行了啊。打湿之后呢，就撞一些白色进去。鱼头部分是白色对吧？浓一点。鱼鳃部分啊，不要撞得太满啊，一开始不要画得太满。有一些这种会有一些肌理啊，其实啊，它已经会产生一些肌理了，你看看，对吧？它不是特别均匀啊，不是特别均匀。清水笔啊，可以扫一下。好，往下啊，底下必须得有颜色啊，里边不光是有白啊，还得必须有其他的颜色。那么其他颜色用什么颜色呢？可以用咱们刚才啊画水的这个颜色啊，所以啊可以用咱们刚才画水的这个颜色，淡淡的蓝色，对吧？淡淡的蓝色。因为尾巴这一块得撞一点啊，包括尾巴。这些地方用这个蓝色稍微勾一下啊，勾一勾，然后清水笔往里边染一下，清水笔往里边染，染完之后白色往里撞，撞的同时稍微勾一勾啊，稍微勾一勾。那么这个白色想染出厚重感很难
这是比较难的啊，这是这个小金鱼的难点之一啊。白色不容易染的厚重，它容易画的透明，对吧？而且还很浅的这种白啊。它其实更多的想要呈现出一种什么颜色？银色啊，银色的感觉。所以特别白的地方啊，一定要很白，它才能够有一点厚重感。鱼头这个地方，这个白色要白，要饱满，要饱和，不能通透啊，不能显得通透了。包括嘴巴、鱼鳃这一块加强一点。哎，鱼头这一块啊，加强一点，是吧？肚子这一块底下让它饱满一点，这个白色。饱满一点啊。鱼鳍勾一下，鱼鳍稍微勾一下啊。好，那么这个肚子其他的地方啊，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再用一点别的颜色进去啊，别的颜色进去。比如说咱们常常说到的一个搭配，加点银粉，也没必要。银粉呢，它比较暗啊，银粉这个颜色比较暗，它是一种几乎是一种灰色，明白吧？银粉它不是说是白色，它是一种灰色的感觉。我们可以加入一点什么颜色呀？缩小看看效果啊。其实缩小看还行，对吧？缩小了看还可以的啊。离近了看，你感觉会觉得有一些空，对吧？缩小了看还可以。那么里边我们撞一点这个三绿，调一点赭石啊，三绿调赭石这个颜色啊，对吧？哎，三绿调一点赭石，就调成这个样。调成这个样，画反叶的这么一个颜色，把一些重的地方撞入一些进去，你看看，撞一点进去啊，然后稍微尾巴的地方勾一勾，让它与这个水的颜色啊，几乎是融为一体。那么其他的地方呢，稍微就像这样点点啊，这么撞一下就可以了。撞色啊，用这种撞色的方式，尾部这一块稍微加重一点，那么它的一个体积感会增强一些，对吧？它就增强了一点。
啊，增强一些啊。那么其他的地方该用白还得用白呀。好，把尾巴处理一下。尾巴呢不要太白了啊，不要太白了，主要是身体部分啊要白一些。鱼鳍稍微勾一勾啊，稍微勾一勾。稍微勾一下。那么这个小的啊，底下这个鱼鳍呢也是啊，稍微勾一下。哎，勾完了淡淡的白色，稍微照染一下就可以了。用白色这么一勾啊，用白色呢稍微勾一下，很浅很浅啊，让它呈现出一种很淡很浅的这种感觉。就这个设色设的非常高级啊，它绝对不是说为了让它凸显它把这个白色使劲往里画，它没有使劲往里画，对吧？很高级。来，一点点淡淡的藤黄，背部这一块，哎，漂亮啊 ，beautiful。好，小尾巴勾一勾啊，小尾巴勾一勾，走一走，不能勾得太明显啊，不能勾太明显，勾太明显不好看。来来来，先用清水笔给它湿一湿啊，湿一湿。湿完了之后啊，再用这个刚才画水面的这个蓝色，用蓝色勾一下，哎，像这样的勾。白色不一定，白的鱼不一定非得是白色这个画，对吧？你看看这个尾巴啊怎么处理。好，完事儿，再用这个白色，淡一点的白色，我们再来勾一下。淡一点的白色啊，千万别重了啊，重了就冲了。哎，灰灰的、脏脏的这种感觉，偶尔有地方稍微挑起来一点。偶尔有地方让它白一点，对吧？好了，哎，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啊！不要处理的过分了啊，千万别画过分了，不要画太白，你不要追求它多
这白色的鱼就得很白，在水里边啊，透明的状态啊，半透明的感觉，不挺好吗？是不是？这多好了，相当了得啊！瞅瞅啊，这相当漂亮了，这啥也不用画了。其实上面的紫藤已经不需要它了。我以前画过一张画啊，以前画过一张画，取了一个名字叫闲听鱼独跃，静观鸟谈天。其实这个啊，在水里边，你画一个水里的月亮，对吧？鱼独跃嘛，啊，鱼在追逐这个月亮的倒影，再加上这一些落的这个小花瓣，哎呦，绝了，那就绝了啊！这一块来个小月亮，在水里，又完整又不完整的啊，那种动的，对吧？好，拜拜。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啊，晚安，拜拜。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把它画完。